咱们可以做开箱寻宝的纪实视频，装箱确实普通吧？靠品质留住粉丝。说的有道理，与其固守题材内耗，不如试试方信。我愿意试这个方向。现在就联系码头的拍卖方，提前对接好拍摄和进关事宜吧。好，我们对接正规场地，合规参与活动，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期原创视频。是来核对一下，来办理入港输料，确认无误后，我再向您说明具体流程。好的，明白了。没问题，按流程登记信息，就可以进场参与竞拍和拍摄了。这里比我想象的要热闹。没想到码头这边做集装寻宝的人这么多，大就靠眼光谋生呢。你该不会只是想来凑个热闹，当做消遣游玩的吧？放着规整好看的箱子不看，偏偏盯上这么破旧的，根本不懂行嘛！一看就是新手外行，分不清货箱好坏，纯属白费心思。大家都不看好这只箱子，咱们换个品相好的再选吧。所有人都不看好这箱子，你为什么偏偏执意要选它？外表不就代表内里无物？我能看出这箱子内里藏有不凡东西。各位来宾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拍卖会。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首件拍品。就在临近心仪货箱开拍的瞬间，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阵清晰提示音，专属鉴宝系统瞬间正式激活，精准鉴别能力已激活，每日仅3次。一连串福利加持悄然落定，他已清楚自己获得了全新能力与机缘。马上轮到这只箱子竞拍了。我确定，这只箱值得入手，直接拿下就好。100美元。一看就是刚来的新人，不懂竞拍的行情。先手果然拿捏不准节奏，这爆标根本抢不到合适货箱。箱内大多是老旧衣物，也就值7000。你加价太冒险了，这个价格已经严重超出预估价值，很容易亏损。花19000买一堆旧衣物，要是亏了，肯定是会被唐人街的熟人调侃的。箱体总长6米，衣物只占不到2米，深处大概率藏有其他好物。哥，你看，这里有一把造型很特别的旧弓弩。这件古旧工具保存完好，年份充足，卖给收藏爱好者，至少能值1000美元。这怎么可能？活的？这是影视用道具铠甲，卖给剧组价值7000，线下门店售卖可达1万。这是真的吗？也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。小心点，别弄坏了。终于了，我知道，你那边也注意。好了，这是什么？缓收吧，怎么收的？军令着呢。完美！天哪，太壮观了！
这雕像看着很有年代感，不会是古董文物吧？看着不像真品，做工细节看着比较粗糙，大概率也是道具。是影视道具，做工较为粗糙，市场最高估值$5000。总共只能回本12000，我们整整亏了$2000。顺利认出这是失传已久的传国玉玺，更是兄妹二人顺利归国的重要契机。哥，你蹲在这里半天不动，是在想什么事情呢？集装箱竞拍风险很大，很多人盲目投入，亏损惨重，你可别太过上心。我不是沉迷竞拍，你看看我手里的这枚古印，就知道我为何失神了。他双手接过，反复翻看端详，只觉得是一块质感普通的老旧石刻，毫无特殊之处。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旧石头吗？看着平平无奇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。你平日里文史知识涉猎太少，这上面的8字铭文，对应着传世国宝传国玉玺。这竟然是传国玉玺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这是咱们国家的传世国宝，意义深重。我们一定要好好珍重保管，细心守护。我已经想好后续安排，会妥善保护国宝，走正规文物到登记归少基，同时借这次正规报备的契机，筹划我们儿宣国事宜。这个安排太稳妥了，守护国宝，顺利回国，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我们现在就带着国宝去相关外事机构报备，赶紧回国吧，赶紧办好手续回国吧。眼下最要紧的是赚钱，攒好回国安家置业的开销。那我们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总不能一直空等手续办理完成。我打算继续参与正集装箱拍卖，趁着手办理的空档，多积累一些收入。太好了，持续的开箱竞拍内容，正好能给我的油管频道积累全新素材。我哥哥是业内资深的古董鉴定行家，还想聘请你做我的专属鉴定顾问，按总价1成付佣金。多谢提醒，不过我已经受聘成为专属顾问，不便单独参拍。各位，我已受邀担任这位先生的专属鉴定顾问。棕发皮男这段时间眼光独到，收获颇丰，在场各位可要多加小心了。接下来开拍的是原定发往魏国的贸易集装箱，现在正式进入竞拍环节。1万美元，15000美元，黑衣男习惯在竞拍中刻意抬价24000美元，价格已经很高了。你还要继续往上加价吗？让，不用纠结，这只箱子里面藏着不错的好物。什么东西？看来你今天运气不太好。清理一下就好。小冲突吧。而比西看着被弄脏的新鞋，心里十分不悦，当场上前与吉瑞理论，双方僵持不下。
周围寻宝人见状，纷纷驻足观话，现场气氛十分尴尬。场内禁止争执闹事。吉瑞赔付对方100美元，否则将做驱除处理。吉瑞遵守场地规则，只能掏钱赔付。冷静点，别冲动。尔比西暗自认定这箱只有废损海产，笃定吉瑞这次竞拍必定亏本。杜慧清全程举着手机拍摄，记录下整场争执与开箱全程，素材十丰富。继续清理箱内物品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还在后面。吉瑞闻言继续开箱清理，陆续搬出各类海上作业专用设备，保存完好，逐一鉴别估价。这批设备整体市场价值约5000美元。众人继续深挖，最终从箱内清理一艘引擎完好的耳手渔船。这艘渔船引擎完好，功能齐全，目前市场估价可达4万美元。综合箱内所有物件，整箱总价值4万5千美元，扣除成本，吉瑞净赚17000美元。按照约定的1成佣金计算，杜林可获得4500美元酬劳。杜林心中大致摸清规律，系统评定的3级货品，核心价值约4万美元左右。吉瑞成功开箱盈利，净赚17000美元，脸上满是轻松欣喜，收获颇丰。明明是满箱腐坏海笋货箱，怎么会开出价值这么高的渔船？这批货是跨国海运货物，远洋运费成本极高，货主绝不会高付运费，均毫无价值的废弃杂物。这是你的鉴定佣金，多亏了你的专业眼光。这批设备和渔船价值不低，需要我帮忙对接渠道出手变现吗？不用麻烦你，我在行业内深耕多年，有成熟稳定的出货渠道。仅凭运气盲目竞拍，自然容易踩坑亏损，专业判断才是核心。这个4级货箱价值极高，这最后一轮竞拍，我们必须拿下。普通海运集装箱，大家何必争抢的这般激烈呢？各位请安静，本场最后一轮集装箱竞拍。眼前这只货箱原非公国海运线路，当地物产资源十分丰富。我出价1万美元。真的。这3位是业内老牌寻宝搭档，很懂竞拍策略，行事老练，擅长把控价格节奏。等会儿竞拍一定要多加提防，别落入他们的竞价圈套里。从拍卖竞价区，现场氛围愈发紧绷，众人神色专注。12000比拼，12000美元。这价格涨得也太快了吧！新人也想掺和这种高端竞拍了，盲目竞风加价，现在根基太激进，贸然出手很容白亏损。你还是放弃吧。我出价27000美元，这已经是我全部的可用资金了。价格越抬越高，他担心亏损，想让工装男继续分担风险。为了迷惑所有竞争对手，他固执集装箱我急于回本的焦躁样子。不管价格如何，我一定要拍到手回本。先生，不用再帮我们加价了，
就让浅色外套男自己决定这次竞拍吧。相信你的专业判断，祝你顺利拿下这货箱。我出价27150美元。拍卖主舞台区域，这像是架2个人一起设下的圈套，大概率和入手是钻金。我们入行只为踏实赚钱，就此放弃。27150美元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成交。本场最后一只集装箱正式归属这位眼镜浅衣男。这些都是普通纯棉布料，市场价值不高，整体估价500美元左右。大概率是3级珍宝。这台织布机品相完好，功能齐全，市场估值在12000至15000美元之间。他清楚箱内还有隐藏价值，当即示意继续清理开箱。目前只是出库货，箱内还有好物，我们继续理查验。越找越让人停不下来。看来这箱子肯定不一般，里面说不定藏着好东西。货主大概率早已登记询，总价值至少上亿，基本不可能流落至此，也是这个道理。那干脆别留了。就算是人工合成宝石，也有对应的市场价值。市面上工艺精良的人工宝石，流通价格并不低，受众也很多。原来看假宝石也能值钱，我之前开出过不少，全都随手扔海里了。现在想想真是太可惜了。等这边忙完，我可以帮你仔细看看那幅画。哥，先看看这些宝石吧，早点鉴定完，也能早点确定收益。是，这批宝石数量不少。它为什么宝贝？没想到就是一块普通黑砖。这黑砖质地坚硬，刚好可以拿来试砸这些待鉴定的人工宝石。刚刚围观的人都散了，听说都去仓库区寻宝、逛宝石甄选市场了。这片场地热度退去，大家都去别的寻宝场地凑热闹了。东西不少，搬运起来麻烦，要不要我帮忙统一运送出去？居然是道奇系列皮卡的钥匙，这款车性能和外观都特别出色，以后可以自己的车了。这边开车去各地取景，这边还有不少东西寻宝整理。这次的收获，足是前线保管封室存，后续按港口无主贵重物资管理报备，走正规流程处理。这居然是我们的车，我到现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之前帮人鉴定物件的酬劳，对折算成车辆送给我。这黑砖里面，该不会是金砖吧？确实是纯金金砖。哥，你先别说话，信息量太大了，我得好好缓一缓。唉，带你来参加这场拍卖会，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说不定我们漂泊在外，连回国的路费都难以攒齐。收拾好所有东西，我们现在立刻前往华人外使馆。是不是就能直接办理手续回国了？回国需要正规核验流程。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多参与正规拍卖寻宝，多第一时间购票回国。我现在特别想念国内的臭豆腐，好久没吃到正宗的味道了。放心，等我们回国，带你吃遍特色小吃，吃到尽兴为止。这块金砖合规变现后，大概能折算200万美金。这笔收入很可观，我打算给你添置离心车。添置？这辆皮卡太大了，我想一辆跑车，开跑车拍摄节目。
视觉效果更好，视频播放量亲民。二手车保定大涨，二手车保值率高，基本不会亏损，性价比很高。不用着急，先坐下休息。也偶然得此想来，是传国玉玺，此物失传千年，怎么会突然现世？能否详细说明这件国宝的举例与发现作处？偶然发现这件文物，近代诸多珍贵文流流失海外，不少流落高卢地区，情理之中。开展全定检测核验，所有结果。辛苦使馆各位工作人员，我们这边没有其他诉求了。哥，我先回房间处理今天的寻宝素材，剪辑新视频。去了，我在店里整理清点本次的收获物资。门口这车是你的，看这气派，你这是发财了吧？算不上发财，这是帮人做事，对方赠予的答谢酬劳。我们兄弟俩这次来是想收你集装箱拍卖淘来的这批物件，可以合作。零散售卖太过耗时，这批人工宝石和织布机、铠甲，按照说好的90%价格，我直接给你转账10万美金，结清全款。升级点数已经达标。款项已收到，辛苦二位跑一趟。解锁全新功能，可鉴定物点，仅限1次，基础价值鉴定次数由3次至5。新增的专业评鉴功能实用性极强。升级奖励发放，全基础属性件数统一增加10点，额外奖励保时捷跑车西兰别墅3年使用权，古典油画马杯上的夫人传国玉玺传世赝品页。属性突破临界值会昏睡1小时，好在店内安全，不用担心突发状况。全新的保时捷跑车刚好留给慧清，当做她20岁的生日礼。整理好后寄给张三老师。先生，我刚前打扰你休息，我今天是履约来请你帮忙鉴定画作的。这位是资庆人，家境优渥，丈夫经营2座大型加油站，慢慢说情况。你别小看他，他眼光顶尖，鉴定的物件从不出错，有正规生意往来。这幅画整个他看最稳妥。那就麻烦你帮忙看一看，这幅画。卖家称画作源自1800多年前，只是上周刚伪造完成的现代仿品。不可能！卖家明确说它是千年98年。表层做旧工艺不超过1周，油墨还在反潮。你说的1800年前是公元前时期，和清末相差近2000年。这幅画的真迹记载馆藏于考文垂博物馆，极少流入私人手中。你卖假画欺骗我，这笔账我们好好算算。他还会额外赔付一笔补偿金，这次算是有惊无险。抱歉，能否让我一睹名画真迹？无妨，一点小事而已。既然你想看，我便取来给你瞧瞧。传世名画随便放在收银柜里，太低调，太不拘小节了。
我本身精通艺术鉴赏，很喜欢和亲友一同赏析这类传世画作。很好，借这次真伪对比，让业内重新正视这幅画作的源流考据，完善收藏品鉴标准。艺术审美很在线，能读懂这幅画的韵味。你平日里会经常朋友一同鉴赏珍藏画作吗？你可以在社交平台推特上博物馆，对比真伪画作。这个办法很好，可以公开对底溯源。我现在就去发布动态，纠正行业认知偏差，规整文物收藏与馆藏标准。谢谢让我观赏真迹，我要去参加宝石寻宝活动，你否一起去？我近日北搬家，就不随同前往。下次有机会再一起参与。别忘了，3天后还有一场大型集装箱拍卖会，我记在心上了，到时定会准时到场参与拍。您好，请问有物品需要寄送，我可以现场规范打包，务必做好防护防震。收件人是张三老师，那位节省大方，鉴定酬劳就给了好几万美金呢。算下来前后往来，我们有10几万美收益。哥，上期寻宝视频点击爆了，一下子涨了10几万调阅。我想赶紧拍下一场拍卖会啊！就明天上午，已经和吉瑞提前约好了，他有内部通行渠道，开车进码头不用额外购票排队。那也太方便了，有熟人渠道果然省心不少。吉瑞这渠道也太好用了，戏称他为“渠道3度为过”。今天换了新车到场，上次开箱想必收获颇丰吧？运气爆棚而已，单次收获说明不了什么实力。本场首个集装箱来自时尚都蓝米，滞留码头超6个月，因货主无力结清尾款，依规进入公开拍卖流程，可观察1分钟。包裹的太过严密，完全看不出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物件。风险和机遇并存。最外侧4条柱状物件，应该是珠宝陈列桌椅的桌腿结构。珠宝。我从未听察阶段私自交流分析，你场地规则里根本没有相关限制。麻烦你公示规则，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。观摩阶段禁止肢体触物资。哥，那我们要不要参与这个集装箱的竞拍？先不急，我用专业方式仔细鉴定一番。各位，这一轮拍卖我选择直接退出，不再参与竞价。刚刚我妹妹随口发言，扰乱了观摩秩序。在这里，我向大家致歉。现场没有禁止交流的规则，你们发言并无违规，不必退出。只是正常交流分析，根本不影响竞拍秩序，不用这般谨慎。言语冲动，还望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哥，你为什么突然放弃竞拍？这箱子不是有珠宝桌吗？这只集装箱是十足的天坑，看着有价值，实则毫无意义。有人急着争抢，就让他拿下。原来是这样。时间结束，本轮集装拍卖正式开始。经顶级鉴定师研判，箱内存在珠宝陈列桌椅，价值潜力可观。我出价15000美元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疯了吗？冷静，看看他想做什么。起拍报价虚高离谱，你这是故意抬价，恶意炒作市场。凭本事竞拍，与你无关，无需你智慧。本场无托无炒作，再蓄意闹事争执，即刻驱逐出场。各位请安静，2万，再有更高的1，还有更难开始3万元，2万2，还有更高的吗？机会难得，我们出价32000美元，32000美元一次。
$32,000第一次，还有没有朋友继续加价角逐？$32,000第二次，机会仅剩最后一次，切勿错失。我出价$35,000，好眼光！这位先生最识货，深知这只货箱的稀缺价值。怎么会是空的？珠宝脑早就有人取走了。继续找到。怎么会这样？全是不值钱的普通杂货。集装箱竞拍行业十分残酷，机遇与风险永远并存。入局者上一秒还身处盈利云端，下一秒就可能跌入亏损深渊。欢迎到场，不知你本轮是否不是参与集装箱参观？本轮我会正常参拍。我们已经调整好状态，准备迎接新的竞拍挑战。他刚刚亏损了巨款，怎么还坚持来参加新一轮竞拍？竞拍周指收入想想增收，很容易失去理性判断。保持评语流程，避免言语刺激，防止情绪过激。ต้อง判定为不错的盈利货箱，我有80%把握。集装箱最深处存在着一台废 TM 机具，真的吗？那我们一定要拿下这个集装。别过乐观，机具内部大概率有任何限流。银行回收拆药设备前都不会遗留资金在内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只能靠机具本身的残值赚取收益了。没错，理性评估价值，合理出价，才是竞拍的核心关键。观察时间结束，纽约无人认领集装箱，现在正式开始竞拍。我先出价$100，开启本轮竞拍。$500，我出$800。我出价$2500，我直接出价$3000。我的心理底线是$3000，超出风险范围，这轮直接放弃。价格涨得太快，放弃竞拍确实是最稳妥的选择。我加价$4000，我继续跟价$5000。我最高出$8000，这已经是我的全部底线预算。$8000第3次成交。怎么样？这可是个好货。这些家电价值够回元左右，这波竞拍已经稳赚不亏了。就这么点，忙活半天就这些东西，太让人失望了。4级箱，这箱潜力远超上一箱，我会不惜代价参与竞拍。这是1986年经典款 ATM 机，
完整品相可卖5000元收藏价。如今机身破损严重，失去收藏价值，只能按普通废铁折价处理。太可惜了，好好的收藏老物件就这样被彻底破坏了。不知可否也担任我的专属鉴宝顾问？后面我可以帮你参考研判物品价值。接下来登场的集装箱自非洲海运入境，长期无人认领。按照港口规定，今日公开竞拍，大家可稍后观察研判。本期目标锁定非洲集装箱，希望能拿下，带大家见证新收获。原来是鲨鱼摆件，看着很有氛围感，买回去装饰新家很不错。那2个人财力眼光也准，很可能已经看出这箱子另有价值。 1000资美元第一次，还有没有朋友试着愿意加价博价求逐吗？我也不参与竞拍，没必要和晚辈小姑娘争抢物件。后续我给大家提供保服务，统一95折优惠。今日上虞场次拍卖我不参与，留给各位多参与。海外同行大多看重实际利益，众人今日主动相让，切勿轻信表面人情。竞拍场上终究要以价值判断为主。这套鲨鱼工艺精致，玻璃眼眼真自然脸。那长技手摆件，合计值15000美元。 其余小型动物摆件全部相加，市场价值也有2000美元左右，已经稳稳超过5万美元。哥，我先去把车子开过来，我们准备装车返程。我们装好摆件直接回家吗？还是另有别的安排？暂时不在使馆内部。我此次前来是专程找秘书对接工作，麻烦帮忙通传一下。好的，二位稍等。 我这就帮你通报。哥，这个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看着十分重要。暂时先保密，等见到张秘书，你自然就会知晓具体内容。大哥每次的安排都暗藏惊喜，我很期待新消息。此物意义重大，我立刻请胡大秘过来亲自对接。 主动回流珍贵文物，情理之中，初心可嘉。张秘书，取2份入籍申请表格过来。故土永远是海外游子最艰权的公务，后续事宜由他全权跟进。刚刚是什么重要物件？ 让胡大秘都亲自面对接。今日终于正式回归故土。对应已全部完成，信息需核查。10年前随父母移居海外，履历、品行与相关记录。5年前2人至亲离世，兄妹2人违法回独自雷海过记录，品行端正。其中1人常在社交平台转发国内正能量资讯。 始终心系故土发展。先后上交2件珍贵文物，2件国宝级文物接连出现，需要确保来源合规，无任何的问题。无需担忧，传国玉玺的来源已经完成有据核实。自媒体视频完整记录集装箱竞拍、开箱全拍卖，文物取自海外所有在场寻宝从业者。 确认杜林无私下串通、利益交易行为，纯属偶然所得。杜林拥有极强的文物鉴定天赋，训示如此，能精准发现国宝文物，绝非单纯运气可以做到。他自身扎实的鉴宝功底，才是发现的来源是否也可查实。根据线索综合推断，龙头兽首同样来自海外集装箱，公开拍卖。 根据文物形制与溯源线索，龙头兽首源自中国台湾地区，并未公示文物遗失记录，属于早年流失海外的珍贵古物。此次文物顺利回流意义重大，值得公开正面宣传弘扬，让大众知晓文物回归的意义。我需先与陈先生对论字式与内容誊气，再筹备官方发布会。所有流程务必规范严谨。 突发紧急情况，
有境外人员私下下接触上将文物的人。里面到底是什么呀？里面是一尊龙头兽首。兽首听起来很特别啊。这是圆明园12商销兽首之一，是极具分量的国宝级文物。这尊龙头兽首采用清代宫廷专属铜一体铸造，工艺登峰造极，历经100年岁月侵蚀，不锈不腐，保存状态为难得。它见证了近代历史变迁。2007年马首兽首拍出6900多万港币，龙头价值更高。它的文化历史价值早已远超单纯的市场金钱价值。它承载的是民族记忆，是不可替代的情怀。哥，你真的太大气了！这么珍贵的宝物，你毫不犹豫上交。在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面前，最多金钱都不值一提。这是我们的归国入籍申请表，我们可以申请回乡定居了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，回到真正属于我们的故土了。这个时间点还有客人到访，想来是特意过来的。会是谁啊？我们近期并没有约好客人上门。专程登门拜访，欢迎光临，进店慢慢说即可。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我此行只为一桩生意，还请记清。你表面客套有礼，实则满心只想低价捡漏牟利。你说笑了，我只是正常寻求合规的文物收藏曲调。你不必刻意伪装，我们都看得出来你心怀不轨。国宝文物意义非凡，绝不可能私下交易外流。为何态度这般强硬？我身为海外华人，立身正直，自有不可逾越的家国底线。国宝文物属于民族，绝不外流。好，吾居然如此，那我改日来拜访。境外商人大多唯利是图，唯有坚守底线，才不会被拿捏。坚守原则，理事议价。你们兄妹当众拆穿仿画作品，行事太过直白，丝毫不懂同行的分寸与情面。你皮肤、脸型都太好看了，气质真的超级出众。别乱夸赞，我妹妹性格直率，说话没有分寸，还望海涵。没关系，我今年20岁，比你妹妹年纪稍长一些。我还以为你和我年纪相仿，太意外了。我今天专程前来，是为马背上的夫人临摹画作一事找你理论，打乱给我的计划。按司音给我一个说法，我擅长信息梳理分析，结合古玩圈人脉、地域线索层层筛查，依靠数据比对和线索整合，定位到你这里并不困难。我是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在读博士，数进目标人物，我研究他的喜好作息，特意应酬交好，维系关系。我打牌刻意理系人脉，还熬夜反复临摹古画习作，耗费大量时精力筹备，眼看就要成功，瞬间感觉被全方位碾压。我的付出尽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吧。私自仿制名画对外流通售卖，本身不符合商业规范。结交成朋友，以后互相照应，岂不更好？你们这般主动示好，是不是很欣赏我，想特意和我交好？我坦荡直言，你的才华、思维能力确实值得让人欣赏。哥，你也太直白了，一点都不懂说话的分寸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，我们回归正题说事。我大概猜到了，你想让我低调收尾，不再公开深究画作问题。没错，我就是这个想法。希望您能帮我低调处理此事。我愿意支付1万美金酬劳，希望你往后不再当众纠结这件事。给温守鉴宝行业指一卷额。那我加价到5劳妥协原则底线，这是我最大的诚意，希望你考量。最后加价至10万美金，这是我的底线。
不行，我就另寻他人。好，那就各退一步，往后还给执意坚守行业情面。方才还给彼此留几分行业规矩，这会儿倒是愿意各退一步和解了。我不为金钱妥协底线，但愿意为化解矛盾，教好同行让步。良性相处才护行业长久发展的根本。你们兄妹默契演戏，我算是彻底看明白了。哥，你刚刚看眼神，明显是很欣赏人家嘛。说起来，也努力备考，升学深造。只要你考上大学，这辆车就当做你的升学奖励礼物。真的吗？那我一定拼尽全力备考，我肯定能考上理想大学，绝不辜负你的奖励和期待。我巡逻路过，进来坐坐，以后一定好好读书。这些是拍卖所得无主旧货，我想通过正规渠道合规处理，请你帮忙走官方备案流通渠道，依规完成交易结算。没问题，我带专业设备核验色，全程依规合规办理。全部核验完毕，成色优质，盒面零售价可达100，结算价$150的。这批物资流程合规，我后续走正规完税渠道给你转账结算。辛苦你了，每一步都按正规流程走，我也更加安心稳妥。好好经营店铺，规范交易，你的做事态度一直很稳重。他这景府有一方安稳，做事严谨又温柔。系统升级完成。海外环境复杂，防身技能与防护装备十分实用。黄金、至宝与文物都是固定资产，暂时无需变现。我手里有东西，看看能不能收点货。这台手机成色还行，你看一眼。整机多处翻新更换配件，维护成本不低，我给你$50。50也太少了，这可是新款固定的，我最多给你加到$55。行吧，55就55，我只要现金结算，简单利索。前阵子我还收了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我妹妹总说剪辑视频电脑卡顿，来我看看配置，合适的话我就收下，刚好可以给他日常创作使用。好嘞，杜哥，我现在回去取，很快就给你送过来。系统警报触发，我仔细查看四周。警报随他靠近变强，应该是他的箱子里。原来是新解锁的寻宝功能，果然精准好用。这种小众机型受众很少，市面流通困难，不太好出手。哥，你帮忙，给个合适价格收了，我也省心。啊，可以，太感谢了，谢谢。顶级私人定制笔记本，市价最高可达100万美元。应该是私人高端 DY 定制的特殊机型，都有私密保护。我并不是擅长借机排查。
我当前持有50万点数，完全足够操作。选择整机纯净加固，彻底清除隐患与后台残留，整体价值难以估量。资产价值巨大，我必须坚守本心，依规处理。联络失主，任有任何合规资料，没有可使撕碎留存量、挪用牟利的想法。画作已经妥善交还，低调收尾了。跟你闲那些给个技术佬的定制私下收走了。圈内定制数次设备人士也收走了，不知道是哪位技术人士的设备。对方背景复杂，随力之路既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官方刚通知，半导体行业需依规完成经营备案上报。此人涉猎范围太广，留存不关行业资料实属多余。随意留存行业备案资料，很容易引发各类风险问题。劳烦帮我品鉴这幅蒙奈丽莎，看看品相如何。老板，我想来挑选一台成色不错的二手智能手机，店内机型齐全，你可以随意挑选，看中我给你报价。这台机子成色完好，功能齐全，给你365美元，价格公道，我直接付款拿下。这幅画并非原作，是一幅工艺站的临摹赝品。临摹者画工工艺深厚，这幅作品本身也有不错收藏架构。不知你是否有意转手？不必收购，我留着当做艺术摆件收藏就好。明天有机场行李箱拍卖会，一同前去参与吗？行李箱拍卖会规则大致相近，都是滞留超6完集装拍卖的无主行开竞拍。好，那我们天见。没想到这边规模这么大的线下拍卖会，我给你们留了内场前排入场席位，视角视野都很好。本场拍卖会主持人是我弟弟，也算给你们行个方便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各地行事都免不了人情照应的规矩。果然，无论在哪儿，人脉情面都是通行的处方式。接下来开启首轮竞拍，以此打爆拍卖徐哥预警，箱组内藏有高价值物品。这边行李箱拍卖会的观众比集装箱拍卖会要多出不少呢。集装箱起拍价高，风险极大，普通人很少参与。行李箱竞拍门成本小，成件项小，很多普通人都来碰碰运气。是第一次参加这类拍卖，居然了解得这么透彻。我清楚普通人想踏实增收的心思和难处。我一直记得哥哥这些年吃过的苦，熬过的难。夫克奇常把普通杂物打包竞拍，基本没什么捡漏空间。之前好几轮打包箱都是亏本，老玩家基本不参与了。哥，你一直盯着那个帆布包，难道里面藏着好东西吗？
系统鉴定完毕。这包内藏4级高价值物件，估极高。我出价1万美元。不用特意通融。哥，我好像喊高价格了，现在还有办法挽回吗？竞拍报价一旦出口便作数，我们只能按规则拍下这批行李箱。我去找我弟弟说说，不算数就好。不必了，拍卖有拍卖的规矩，随意反悔，反而落人口实。这些箱子看起来很可能有诈。这批普通行李箱，整体估值最多200美元。你太吃亏了。竞拍场一言九鼎，我妹妹报出的价格自然算数。各位来宾，今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还有更高的出价吗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出价者是唐人街资深古董商杜林的妹妹，大家可以放心加价。杜先生是全美顶级鉴定师，眼光独到，这批箱子绝对不亏。别冲动，再等等。可是，杜林眼光极好，但是是他妹妹的出价，别抢。本轮无人加价，恭喜这位女士成功拍下打包行李箱。核对无误，付款完成。这批行李箱现在归你们所有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请收好。非常感谢您的馈赠。后续有拍卖事宜，我随时为您优先对接。这里可以整理。系统标志极高，莫非贵重物品就是这台电脑？表面看着普通，这台电脑大概率暗藏玄机，价值不一般。
这电脑有开机密码，要不我们找蒋香帮忙破解一下？不用麻烦别人，我自己就可以进行纯净解锁处理。这类核心技术资料远超100万价值，根本无法私下折现。私自留存或交易，不仅违规，还会招惹极大的纠纷麻烦。你说的没错，这类涉密技术资料不能私自处置，必须依规上交。张秘书，我在行李箱拍卖会拍到一台电脑，内有光刻机核心资料。这类资料获取风险极高，你千万不要贸然冒险。全程流程合规，过程顺利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与风险问题。我即刻安排工作人员前往你店铺上门队接收取资料。好，我即刻返程回电，随时配合你们完成合规工作。你觉得这样真的好吗？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。这只是有担心，也只是会担心。别心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此人是拍卖会见过的人，突然到访，需谨慎观察。可以引荐陈锡灵对其信息做合规摸排登记。同时可了解对方是否有正规合规的商贸和渠道。好久不见。是啊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们。你们认识？杜老板，我这次过来是做生意，你这边是否收购老瓷器？我近期准备回国，你的瓷器来源正规稳妥，无纠纷，即可交易。绝对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。
这幽舍真是巧夺天工。这是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，高约63厘米，器形规整俊秀。瓶身共有8层纹饰，工艺精湛，是存世稀少的古瓷珍品。大概率是古代祭祀所用的供奉器物，可惜只有单只。老板既然看出真假，那你直接给个实在的收购价格就好了。藏品保真，我给你最高价，一次性结算5万美金。5万美金，这个价格实在太高了，完全超出我的预想。拍卖行市价更高，但会扣除佣金、鉴定费、服务费等开销，且你无法详细说明来历。公开拍卖容易产生不必要纠纷。我完全同意这笔交易。没问题。我相信你。谢谢。哥，你谈判太厉害了，既稳赚真品，又兼顾双方利益。做生意以诚为本，互利共赢，才能长久稳妥。好久不见，上村先生今日抽空登门，不知有何来意？这尊元青花品相绝佳，很好用来试探对方真实心性。杜老板桌上这尊瓷瓶品相不凡，不知是何处得来的藏品。只是朋友寄放在我这里，委托我帮忙代为寄售的物件。我素来喜爱中式古瓷收藏，若是可以，我有意入手珍藏。杜老板，我还有一只同款瓷瓶，这2件原本是完整一对。
我出500美元，全当收个摆件儿，算是给你面子。谁也别想打破。规矩是人定的，也可以改。你这是刻意恶意压价，珍品古瓷价值不菲，你故意贬低器物，纯属投机套路。古玩交易讲究诚信公道，刻意压价、算计牟利并不可取。今日先告辞。哥，你早就看穿他的心思。经商之道以诚为先，投机取巧、恶意套路终究难成大事。方才你敢于直面不公，揭穿恶意压价的行为，很有风骨与骨气。多谢认可，我就想踏踏实实完成交易，拿到属于自己的报酬。难得你遇事不怯，敢于直面别人的算计和不公对待。成对完整元青花品相极佳，我给你总价20万美元收购。20万！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多收入，实在太惊喜了。若是早有这笔收入，我奶奶当年或许就不会带着遗憾离世。出了店门便守好规矩。你不曾卖我瓷器，我也未曾给你钱款。古玩行当低调行事，严守保密，是保护彼此最好的方式。你好，我是使馆干事。设备资料全部完好，全程未做任何私自留存与复制。你数次上交关键资料，我上交资料只为家国本心，尽一份绵薄之力，并非贪图奖励。启动系统，进行细致核验。哥，这对瓷瓶价值很高吗？估值在100万美元以上。根据青制工艺与纹饰风格，与记载中的某位大师作品高度吻合。这是至正11年款青花云龙象耳瓶，属于标准至正型元青花。
目前全球仅存这一对带详细年款铭文的完整元青花器物。它是后世鉴定元青花、研究元代制瓷工艺的核心标杆器物。根据资料记载，这类器物最初为古代祭送供奉重器。前2年苏富比拍出的元青花香炉，成交价为1.5美元。这对带纪年铭文的标准器，收藏价值远超那件拍卖藏品。若是走国际正规拍卖行流程，估值可达数亿美金级别。没想到这一对瓷瓶，居然拥有这么高的收藏与研究价值。港口每日有巨额货流转，无主滞留货物都会公开竞拍。他们都在这里了。都在。情况有点复杂，我们得小心点儿。本场拍品为歌墨进口集装箱，收货人失联，依规公开拍卖。所有人可上前观察1分钟，观察结束后正式开启竞拍。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这下麻烦了。别急，再看看。你今天怎么突然想来集装箱拍卖会捡漏了？我之前赚的资金，全部收了一位技术爱好者的多年珍藏藏品。现在手里只剩5万美元流动资金，想捡漏增收维持周转。如果不做点收益，手头资金很难撑到年底。箱内大概率是流浪者乐队的全套演出设备，成本控制在1万5金以内，至少能稳赚2万美金以上。
真的要有这么大润空间，那我一定要把这个集装箱拿下。那我直接出价竞拍，这个集装箱具体多少价格合适？15000以内竞拍都有的赚，超出则利润会被压缩。这里老玩家很多，你别冲动，小心被众人联合围标抬价。我心里有数，就按这个价格区间，稳妥尝试竞拍。现在是时候做出选择了。这位女士首次参与，按照规则，由你优先首轮出价。我直接出价15000美元。无人加价，本轮集装箱由这位女士成功拍下。这批玩偶是偏小众，风格单调，看着不太好售卖。终于拍下了，我们赶紧开箱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好物。怎么全是这类小众藏品？流通性太差，根本很难出手。造型沉闷刻板，观感很怪异，完全没有收藏价值，不如扔掉。先别扔。这批玩偶看似普通，内里藏着特殊物件。果然，里面有东西。这是私人定制的高端典藏手工烟草，属于小众文创藏品。集装箱无人认领，只是货主失联弃货。属于合法拍卖无主物资。找到了。只是普通配套器具，没有太高的收藏和市场价值。整套设备成套完整，文创渠道售价可达3万美元。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歪？你觉得呢？这样摆放更好多。确实，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。对，细节交给你们了。杜林，你不是有正规文创旧货渠道，能稳妥变现？
我分你30%收益。90%归你，我只拿1%，这也太吃亏了，这也太亏了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算了，我不想再争了。我始终依规守法经营，只走正规合规旧货文创渠道变现，合规经营，稳妥变现，才能长久稳定收益。我这边整理好全部典藏旧货，麻烦你们依规登记入库，合规流通。准备好了。国货工艺精良，品质过硬，本厂拍品性价比极高，大家可观察1分钟。纸箱印有镜头图案，大概率是精密数码电子产品，价值不低。没错，这类设备市场行情稳定，拿它基本不会出现亏损。看这包装规格，里面大概率是手机、笔记本类热门数字好物。文字虽不认识，但货主契单足以说明这批货物成本高昂。这批货看来是稳了。高端摄像镜头单价极高，这一整箱若是真品，我们大概率能暴富。这是一个拍卖天坑，谁出价拍下，谁就会吃亏倒霉。大家都看好这批货，怎么会是坑？我实在有些想不明白。正规数码供应商资金雄厚，贵重精密货品不会因尾款问题滞留拍卖。众人看到的只是假象，看似高价好物，实则根本没有盈利空间。观察时间结束，本轮集装箱竞拍即将正式开始，请各位做好准备。本轮竞拍正式开始，各位可以自由出价，价高者得。这批货看来不简单。我直接加价，出价9000美元。
我们出价15000美元。有齐尔菲兜底，我出价20000美元。快给皮奇克打电话，先拆一笔钱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那得快点决定，这个数字怎么样？可以就这么办，确认一下，没问题吧？眼神交流，没问题。好啊，好。我出价30000美元。我出价4万元。我出价45000美元。我们出价500美元。我出价55000美元。无人继续竞价。恭喜黑胖成功拍下本庄箱。觉得里面会是什么好东西？听错不了，看你货拿下了，咱们可就发了。我听说里面有最新的芯片，没错，我有耳闻。到时候我们一人一半，干一。箱内若是专业摄像机、术法产品，我们这下就能赚上100万。等这批货变现，我就带大家好好改善生活，好好犒劳自己。往后我真诚待人，踏实做事，凭借实力在寻宝圈树立良好威望。这下我们可要发财了，可不是嘛？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
流程核验完毕，确认黑胖出价有效，集装箱正式归其所有。集装箱正式归所有。月香，这可真沉，带使劲儿。咦，怎么回事？不对劲儿啊！这不对啊！精密数码设备分量厚重，这箱子也太轻了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会是空的？这不可能吧？怎么是空了？难道箱内的贵重物品被人提前取走了？只是造型独特的创意保温杯。我花5.5万拍下了1箱保温杯，这下彻底亏惨了，惨了！幸好刚才没冲动加价。这些保温杯做工精致，你可以收下，帮黑胖缓解一下损失。杜老板，麻烦你帮忙收下这批货，帮我度过这次难关。你5000美元，全盘收下这批保温杯，尽量帮你止损。锁扣老旧难开，不如直接砸开，省时又省力。你干什么？别冲动，这枚金锁是老古物，单锁价值就超10万美元。整套乌木箱，材质稀，存世稀少，真正称得上并比黄金。
看着质感平平，感觉还不如外面的乌木箱子值钱。确实一般，单看外观，完全看不出有多高的收藏价值。你们只看外表，这是古部族祭祀黄金面具，是千年传世文物。它拥有极高的文史研究与收藏价值，是真正的稀世珍宝。这不是私人藏品，是属于整个民族的千年文脉，必须让它回到该去的地方。哥说的对，文物安于家国，文脉才能永续。私藏只会愧对先祖。可它价值连城，我们就这样上交？合法合规，敬畏历史，才是长久之道。我们现在就联系文物部门。这是上古部族祭祀重器，国家级文物，流失海外近100年，今天终于回家。我们全程合法拍卖，合规溯源，愿意无偿上交国家。以前只想赚明白，守护文化比一夜暴富更有意义。你们主动上交，严守法规，弘扬正能量，我们会为你们颁发荣誉证书。能让国宝归位，是我们最大的荣幸。这件瓷器，它的釉色确实是独一无二的。是啊，这种工艺现在已经很少遇了。能在这里看到，真是我们的幸运。这是票据，这是账本，这是分配清单，核对无误，账目清晰透明。烟草套装利润按约定分配，烟草套装分配全部走正规文创渠道，依法纳税。以后我跟着你，只做合规生意，不碰歪路，不贪暴利。我们拍视频，我们视频也要传播正能量。教大家理性简陋、守法经营，守住底线，才能行稳致远。杜林先生主动上交国宝，严守法律，彰显公民责任与文化担当，值得全社会学习，是每个中国人的本分。暴力诱惑再大，也不能逾越法律与良知。以前冲动竞拍、盲目逐利，现在懂得理性与敬畏。我们继续用镜头记录正道经营，让更多人明白守法与诚信的价值。合规经营古董店，助力文物回流，传播中华文化，做守法守信的经营者。
阳光真好。是啊，今天真是个好日子。记录下这卯了一刻。再看笑一个。寻宝不是投机，收藏更要守法。国宝归位，文脉永续，正道长明。拒绝暴力陷阱，坚守合规底线，踏实做事，诚信做人。文物就是守护我们的根与魂，愿每一件流失文物都能早日回家，愿每一份努力都走在光明正道上。